他是英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珠宝大盗。可在戴上假发后，他便摇身一变，有了多种身份，可以是性感妩媚的舞女，也可以是知性优雅的女教师。但在这些伪装的背后，他其实只是为想要回女儿的母亲。Why Kelly? A brilliant girl. 曾经的他也努力过，为了应聘珠宝店销售的工作，对珠宝一无所知的琼假装成顾客，硬是逛遍了伦敦大大小小的珠宝店，从柜员那偷学到了鉴别钻石的能力。Can I help you, madam? Of course. 随后，他便凭借过硬的专业知识，成功通过了面试，成为了老板最为信赖的售货员。可就在一次帮顾客试戴项链时，他看着脖子上的祖母绿项链，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：怎样才能让这条项链永远留在自己脖子上呢？要知道，凭他现在的工资，可能再努力100年都买不起这条项链，更何况他还想着要攒钱买房子。于是到了第2天早上，趁着店里要盘点库房，他主动申请了加班。老板看出了琼对于金钱的渴望，心里顿时有了别的想法。等到店里只剩他们2个人的时候，他让琼把店门锁上，手却借着帮忙的理由悄悄贴了上去。琼没有反抗，只是悄悄看了眼头顶的监控摄像头。他还不知道像这样的机器店里到底装了多少。2人正常盘点着店内的珠宝，可老板的身子却越贴越近。他显然是个老手了，懂得要一步步试探琼的底线。然后拿起一旁的钻石项链，用利诱的方式彻底攻破一个女人的防线。但可惜的是，他这回选错了猎物，琼阻止了他的进一步举动。随后紧张地看向了头顶的监控，老板还以为琼是在害羞，当即表示监控已经关了，他们在店里做任何事都不会有人知道。琼只好强忍住恶心，用极为谄媚的语气凑上前说了一句：“琼一开始其实只是想保护自己。可就在经过仓库的保险柜时，他无意中看到了那一片亮闪闪的东西。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。太过名贵的宝石不好出手，琼拿起一颗钻石便吞进了肚子里。反正吞一颗和吞一包也没区别，他索性把剩下的钻石也吞了进去。接下来，琼又谎称在屋外看到了油漆工，要是被对方撞见，对店铺的影响不好。老板已经彻底把琼当成了自己的人，殊不知只要琼在货物清单上稍微动一下笔，便很难有人发现少了一包钻石。这是琼成为珠宝大盗前的第1次作案，此时的他目的还很单纯，挣到钱然后给女儿一个家。在英国，要是父母没有能力抚养孩子，其子女会被福利处送往寄养家庭，直到父母证明自己有能力将孩子抚养长大，而最基本的条件自然是有一处住所。在这之前，琼有一个喜欢赌博的丈夫，欠了债后竟把债主引到了家里。Gary's not here. Wasting your time. 为了防止对方吓到隔壁的女儿，琼急中生智说丈夫每天早上都会回来吃早饭，这才说服了债主们暂时离开。可这地方显然是没法住了。琼只好带着女儿逃往了车站。她明白以自己的能力没法给女儿正常的生活，只能将其送往寄养家庭。
to stay, Mummy. You'll be alright. 他向女儿承诺，一定会尽快来接对方回家。可现实却很残酷，没有一技之长的琼只能投奔开理发店的闺蜜。然而从一个洗头妹做起，要多久才能实现给女儿家的承诺呢？而且理发店的工作繁忙，她根本没有时间去探望女儿。Smart. Oh, thank you. You're like my missus. You made a nice job of that. 这天，琼强行留下纸条请了假，可身上的钱却连一张车票都买不起。他看着路边的汽车起了歹念，趁四下无人撬开了车锁，本想着去见女儿一面就把车还回来。Oh, do you like it? I like it. 可没想到警方的动作却异常迅速，车刚开到一半就被抓了回来。琼被警方以偷窃罪起诉，迎接他的将是1年以上的监禁。他在法庭上好说歹说，采用和女儿的感情，博得了办案法官的同情。可虽然免了牢狱之灾，闺蜜却对琼失去了信任。理发店是没法接纳一个不可靠的员工的，他递给琼一份招聘报纸，让其另外寻找合适的工作。可琼现在除了洗头啥也不会。就在他感到茫然之际，无意中听到了公园里路人的聊天，说珠宝店的柜员在销售时说了好多专业名词。琼的心中顿时有了主意，只要从珠宝店学到足够的理论知识，再凭借他的外在形象，很轻松便能找到一份珠宝店的工作。而盗取钻石只是开始，要怎么销赃才是这门生意最难的点。琼在酒吧遇见了那个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。对方一开始只是请他喝了杯酒，很随意地问了句他是做什么的，可琼却没有丝毫隐瞒。Yeah, I'd say. 这成功勾起了男人的兴趣，两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可就在第二天醒来时，琼却发现自己睡在了一间陌生的房子里，关键被窝里还被人塞了一瓶橄榄油。这东西用来治疗便秘有奇效。显然琼昨晚喝醉后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，但既然男人没有告发他，就说明琼暂时还是安全的。他走进厕所，排出了体内的钻石，本想找个东西包一下，却在抽屉里找到了大捆的英女王，当然还有一支不起眼的手枪。男人显然也在干着某种灰色产业。琼来到对方在楼下开的店里，展示了刚从体内取出的钻石，气氛顿时有点尴尬，但两人很快默契达成了协议。男人会帮琼辞掉珠宝店的工作，然后聘请其到自己的店里，从此以后琼负责偷，而他则负责卖。I think you and I are going to get along, Joan. It's just work. If you rip me off, I'll fucking kill you. Snap.
次日，琼明明身无分文，却在商场里疯狂购物。她每4件衣服就会挑出3件进行试穿，店员还以为来了个不差钱的富婆，殊不知琼心里其实紧张的要命。在这个没有信用卡的年代，富人们结账普遍会使用支票来代替，但同时还得出示支票担保卡以证明身份。琼显然是只有支票没有卡。 Sorry, I left it at home. 得益于他精湛的演技，加上店员也不想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大生意，琼成功用假支票蒙混过关。可不得不说，偷盗是真的会让人上瘾。琼顺手便将桌上的银质餐具揣进了兜里。随后，他又拿出了刚买来的假发，走进了另一座商场，故技重施。 偷这么多的衣服包包，当然不是他自己穿的。等到了晚上，合伙人博伊斯便带了顾客上门，以总共800英镑的价格卖了出去。琼本应该从中分到400镑，然而博伊斯却用买支票簿的理由克扣了20。没想到骗子这行也流行压榨员工，可琼却没有惯着对方，他很懂得利用女人的优势，该撒娇就撒娇，哪怕只是20镑，也是他靠本事挣来的，多的他也不要。这是2人的第一次合作，其实也算是给琼的一次考验。 接下来，博伊斯准备带琼去一趟西班牙，只要能带着手提箱里的珠宝通过安检，琼就能获得2000镑的酬劳。For you. Gears inside. 这点小事自然难不倒他，只要将珠宝全部带在身上，凭借琼优雅的气质，想必绝不会有人怀疑。 这是琼第一次坐飞机，她全程紧张的大喊大叫，甚至因为害怕，错抓到了隔壁乘客的胳膊。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后，他们成功抵达了西班牙。琼第一次看到如此美丽的海滩风光，兴奋得像个孩子。在成功完成了交易后，琼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笔钱。出于对博伊斯的信任，他本想立刻收进包里，可博伊斯却表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记得把钱数清楚。琼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。随后2人便在西班牙度起了假。 在沙滩与美景中，他们渐渐发展出了超出伙伴的友谊。博伊斯率先表了白，他想给琼一个家，一个属于2个人的家。可听到这话的琼却愣住了。他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，并不是一个相信爱情的傻白甜。他还不打算给自己女儿找个后爹。随着归期到来，琼的心中默默有了打算，准备回去后就把寄养在别人家的女儿领回来，金盆洗手，找个安稳的工作。可意外却还是来了。周4是琼每周1次探望女儿的日子，他们本打算乘坐当天的航班回去，可飞机却偏偏推迟起飞了1个小时，迟到无疑会影响琼拿回女儿的抚养权。博伊斯却无法理解她的焦虑，2人因此产生了分歧。琼干脆申请了换座，反正他回去后就不打算再干这一行了。好在虽然晚了1个多小时，女儿的寄养家庭并没有因此责怪她。看着可爱的女儿，琼更加坚定了自己拿回抚养权的决心。可就在来到社会服务处评估后，评估员却不认为琼准备好了当一个合格的母亲。他们做过调查，琼现在已经辞去了珠宝销售的工作，前不久还刚因为偷车被警方逮捕。一个居无定所又没有固定收入的人，又怎么给孩子良好的成长环境呢？琼拼命辩解着，甚至还拿出刚拿到的2000英镑证明自己有钱。可评估员却并不买账，琼气得摔门而走。说到底还不是嫌他没钱又没房吗？他决定一步步来，先找份安稳的工作。
可看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，上面大部分是时薪2.5英镑的工作，而租房1个月差不多就要200镑，买房就更不必说了，最便宜的也得1平米130镑左右。就在琼感到迷茫与无助之际，博伊斯向他伸出了手。Come back with me. 只要有足够多的钱，琼就能买个房子，甚至自己开店当老板，这足以向社会证明他有能力当个母亲。而博伊斯便是来帮他实现这一目的的。I mean, money. Know what I mean? Yeah, I reckon I. What are we waiting for? 第二天，琼便偷偷走进了珠宝回收店，展示了刚挖出来的那一堆钻石。老板一眼就看出了这东西来路不正，嘴上说着就是一堆玻璃碴，不值什么钱，手却已经牢牢按住了装着钻石的铁盒，警告琼要是说不出来历，他就报警了。这显然是想黑吃黑。Then I better keep hold of him. Call my mate down the cop shop. 老板说的没错，盗贼这一行也有自己的规矩。琼只好向合作伙伴博伊斯寻求帮助，他现在急需一大笔钱要回女儿的抚养权。两人再次合作，博伊斯最近看中了一幅名画，正好需要琼的帮忙才能将其偷出来。于是，在这天下午，琼一边练习着苏格兰口音，一边在大雨天中敲响了一栋别墅的大门。他已经做过了调查，屋内的女主人饱受家暴困扰，平时都是一个人躲在屋内，所以当琼假扮成被丈夫家暴赶出门的可怜女人后，有着相同经历的屋主便绝不会把她赶出去。事实上，琼也没有说谎，她那个烂赌鬼丈夫正是导致女儿被送去寄养家庭的原因。有着共同话题的两人相谈甚欢，只是女主人养的狗却似乎嗅到了危险，对着琼一直叫个不停，直到给他们喂了烤肠才安静下来。琼将这个细节记在了心中。等到夜深人静之际，他悄悄从床上爬起，蹑手蹑脚地来到大门口，打开锁，把博伊斯放了进来。那幅画的尺寸有些大，他一个人显然不太好搬走。随后又示意博伊斯给狗子喂烤肠。Why me? You're the stranger. 搞定了看门狗后，两人小心翼翼地来到楼梯处，正准备把画拿下来搬走，岂料门口竟再次传来了狗叫声，紧接着还有一声清脆的摔门声。竟是这栋房子的男主人回来了。两人举着画作一动都不敢动。博伊斯急中生智，示意琼赶紧尖叫，这样即便事情暴露，琼也能撇清嫌疑。至于他自己，自然已经提前做了准备。就在男人拿起酒瓶准备搏斗之际，博伊斯早已戴好面罩，拿出了手枪。琼也有了受惊逃跑的理由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好好的偷盗变成了入室抢劫，罪名显然不是一个量刑级别的。琼也有些生气，博伊斯戴了面罩没法被认出来，但琼跟女主人可是待了一下午，要是对方怀疑起来，第一个被抓的肯定是他。而更令琼难以接受的是，要想处理这类艺术品级别的赃物，都得等风头过了再出手，这也就意味着琼没法立刻就分到钱了。但博伊斯却将他带到了仓库。给其展示了自己这么多年收集到的好东西，关键他允许琼从中选一样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琼一时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直到博伊斯亲自为他戴上了一枚价值连城的祖母绿戒指，此刻也唯有拥吻才能表达琼那激动的心情了。两人正式确立了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可花男人的钱不是琼的风格，他想靠自己的能力把女儿接回来。此时电视里的一则钻石广告吸引了他的注意，看来是时候干回他的老本行了。可究竟要怎样从店员的眼皮底下偷走钻石呢？琼决定来一出狸猫换太子，博伊斯自然没什么意见，甚至还拉来了老伙计一起帮忙。但既然要换太子，自然就得有个能以假乱真的狸猫。几人来到了琼之前想卖钻石的那家珠宝店。有人撑腰后，琼说话的底气明显足多了，老板也没有记仇，但他们这行的只看利益。最终琼没花1分钱，就让老板心甘情愿做了颗假钻石。
而代价仅仅只是得优先将偷来的真钻石卖给他。一切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着。琼当晚就以贵族夫人的身份住进了酒店，她精心梳理着身上的首饰，为进入角色做着准备。其中最关键的一环，便是博伊斯送的那枚戒指。相信任何一个识货的珠宝商看见它，都不会怀疑琼的贵族身份。时间很快来到了隔天早上，琼坐着酒店的专属车赶往了珠宝店。店员都以为来了个不差钱的富婆，对她要求试戴的请求没有丝毫怀疑。随即，琼又提出要等男友来了再付钱，这个要求合情合理，店员肯定不会拒绝。此时，由老黑扮演的男友便闪亮登场了，两人装作极为恩爱的样子。就在店员继续卖力推销着的时候，老黑则装出一副又想省钱又不想在女人面前丢分的样子，成功支走了店员，去一边讨价还价。而趁此空隙，琼迅速在包内将戒指进行了调包。待老黑谈妥了价格后，两人又幸福地秀了波恩爱。然而此时由博伊斯扮演的丈夫却突然出现，上演了一场原配抓小三的戏码。Steph and I just bumped into each other. We were friends in college. 随着两个男人握手言和，这戒指显然是买不成了。琼很自然地把假戒指还了回去，店员却还不想放弃这来之不易的生意，想说服老黑买下来给女友一个惊喜。老黑自然不会答应。至于假戒指什么时候会被发现，就得看下一个想试戴的人什么时候来了。与此同时，琼已经来到了珠宝店，戒指成功卖出了80万英镑。老板有些不耐烦地表示，他还得开门做生意，可琼却一点都不急。他还记得博伊斯说过，属于自己的钱一定要当面数清楚。在做完这一单后，琼信心十足地邀请了评估员上门。她已经做好准备当一个合格的母亲了。然而评估员却再次给她浇了盆凉水。现在琼女儿的寄养家庭已经提出了领养申请，他们已经做了调查，其女儿现在在养父母那过得很好。虽然让孩子跟亲生母亲分开很残酷，但成长环境对一个孩子也同样很重要。这话里话外的意思，都是在说琼没法当好一个母亲。琼心里自然不服气，连夜便赶往了女儿被寄养的家庭。身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盗贼，他很轻松地潜入了女儿的房间。可看着这份不属于自己的温馨，琼第一次对自己产生了怀疑：她难道真的不配做一个母亲吗？转眼时间来到第二天，因上次帮博伊斯去偷了一幅画，差点被英国警方提前发现了身份。琼本想干脆就毁掉那幅画。可博伊斯却有着古董收藏家的骄傲，坚持不愿毁坏艺术品，而且他已经找好了买家，一群正在闹独立的爱尔兰人，他们正好需要用艺术品做抵押去购买武器。琼一度有些难以置信，偷东西被发现大不了就是坐牢，跟爱尔兰人搞在一起可是叛国罪啊！可想要取消交易显然是不可能了。既然他选择了博伊斯，两人便只能共同进退了。然而目前的交易却遇到了个大麻烦，对方要求在伦敦找一个专家现场鉴定。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，哪有让卖家找鉴定专家的？可跟强盗做生意就是这样，要是不哄着对方，桌子早晚会被掀翻。博伊斯本有一个固定的古董顾问，可对方一听是跟爱尔兰人交易，竟说什么都不肯出席，哪怕博伊斯提出加钱都不行。没办法，琼只好再次出马，以他的气质伪装个大学教授自然不在话下。而且为了不露馅，琼还开始恶补起了鉴定字画的知识，连专家都不由得感叹，琼是他这么多年见过最聪明的学生。时间很快来到了交易的那一天，买家也非常谨慎，专门打了电话来学校询问有没有琼这个专家。好在博伊斯早已打点妥当，就当琼迈着自信的步伐来到会面地点时，两个爱尔兰人却临时变卦，
要求琼跟他们其中一个去酒店鉴定字画的真伪，另一个人则留在原地等鉴定完了再付钱。博伊斯有些不放心琼的安全，却被买家的悍匪气质吓得不敢说话。琼也是见过大场面的，当即答应了这一要求。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隔壁酒店。看着男人腰间插着的手枪，琼虽然害怕，却还是镇定地关上了房门。好在对方也是真心想买画，他用极为专业的手法开始了鉴定，很快说服了男人相信画是正品。可就在电话打到博伊斯这边后，留守的男人却对博伊斯说了句滚，随后露出了腰间的手枪。博伊斯万万没想到，原来强盗是不需要讲诚信的，他这回显然被当成了个冤大头。感受着周围不怀好意的目光，博伊斯顿时明白对方让他滚已经算客气了。与此同时，琼也正准备收拾东西撤退，可男人却不想放弃这开好的酒店，想要邀请她留下来喝一杯。就在琼准备拒绝的时候，门口却突然传来一阵巨响，一群警察冲了进来，瞬间将两人扑倒在了地上。他们其实是悄悄跟着琼过来的，本来只是查个偷画案，打算抓琼人赃并获，却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。此时的琼心中无比后悔。其实从警方第一次来店里调查时，他就慌了。他害怕自己一旦被判刑后，将会永远失去女儿的抚养权。他本想劝说博伊斯金盆洗手，老老实实的经营古董生意，可博伊斯却表示，世界上不存在合法的古董店，而且要是放弃灰色产业当个普通人，恐怕琼会第一个耐不住寂寞吧。事实证明，博伊斯的确没有说错。周四那天，琼好不容易得到了跟女儿独处的机会。可就在带了一天娃后，到了晚上，琼就把孩子带到了舞厅，将其扔给博伊斯，然后走进舞池跳起了舞。她的确不算是一个合格的母亲，但琼对女儿的爱却是真的。即便如今被关进了女子监狱，她向外打出的第一个电话也是给女儿的。可女儿的寄养家庭却没说什么好话，希望琼以后不要再打来了。福利处已经通过了他们收养其女儿的申请。次日，从女子监狱出来的琼，本来打算只要交够了保释金，就算是判国罪也一样能避免牢狱之灾，然后再偷跑去没有引渡条约的其他国家，就能靠着犯罪得来的钱财潇洒一生。可博伊斯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，上次跟爱尔兰反动武装交易后，对方不仅掀桌子玩了回黑吃黑，还跟着博伊斯去了他们的秘密基地，抢走里面的古董后又放了一把火，琼的那一袋钻石也没能幸免。博伊斯希望琼能忍耐一下，只要在监狱待个几年，他就有足够的时间东山再起。可琼表示，监狱根本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尤其是女子监狱。博伊斯最终还是心软了，同意了对方偷渡去西班牙的要求。琼决定最后再干票大的，挣够在国外的养老钱。他盯上了当初的珠宝店老板琼斯，都说好色的男人最好骗，琼只是稍作打扮了一下，随后跟对方在餐厅来了次偶遇，便成功让自己再次当上了珠宝店的销售。闲聊中，老板提起了店里少了的那袋钻石，他其实已经察觉到了是琼的手笔，但他还是想再给对方一个机会。I miss that smile. 琼强忍住了心中的恶心，回到古董店跟博伊斯说起了计划。只要等到珠宝店盘点库房之际，店里会只剩他和老板两个人，到时候他们里应外合，由博伊斯带人闯进店里，就能将里面的珠宝首饰洗劫一空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琼再次找到了老黑。虽然上次对方找来的爱尔兰强盗让他们损失惨重，可也只有老黑能找到偷渡的门路。其实琼心里还有另一个计划，等抢劫完就去学校把女儿带上，一起逃去西班牙生活。自从上次女儿被送往寄养家庭后，她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个陌生人了。那天女儿生日时，琼精心准备了一个音乐盒，可没想到女儿却一点都不感兴趣，反而兴奋地去拆养父母的礼物。本来琼是想去西班牙安顿好再来接女儿的，可如今恐怕不得不提前了。在动手前，琼最后去医院看了回病重的父亲，可见面后两人却没一句好话。父亲指责他把生活过得一团糟，可琼却表示她小时候被父亲欺负，长大了又被丈夫欺负，如今终于有了挣脱牢笼的机会，说什么她都不会放弃的。
时间很快来到了行动的那天，琼的角色相当关键。他必须找到机会解除柜台的警报，然后借着库房盘点的机会打开后门，把众人放进来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老板却相当大方，竟直接从保险柜里抓了一把珠宝。You could pick anyone. Can't afford diamonds, Bernard. Present. 琼自然不会被这点糖衣炮弹所迷住，他假装从中挑选了一颗宝石。老板只当琼已经同意，竟迫不及待地解起了裤腰带。琼赶紧制止，表示这样太过无趣，不如先享受一下他的按摩吧，好事不怕晚。老板欣然同意。与此同时，博伊斯也开始了行动，几根撬棍下去，后门没一会儿便被攻破。老板还没缓过神来，便被枪顶着压到了大厅。琼则把柜台钥匙递给了老黑找来的同伙，自己则打开保险柜，开始搜刮起了珠宝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老黑再次找了个猪队友，眼看接连几把钥匙都打不开柜台，他竟直接砸碎了玻璃。要知道，琼早就说过要低调行事，否则吸引来警察后，他们就别想逃去国外了。琼赶忙上前制止，可劫匪竟直接朝天开了一枪，表示抢多少自己说了算。听到枪声的博伊斯也赶了过来，眼看有人敢恐吓自己的女人，他当即冲上去制服了对方。可就在他拉着对方去屋外时，却忽略了掉落在地的猎枪。老板也意识到是琼背叛了自己，竟直接捡起枪准备发泄心中的怒火。博伊斯赶忙回头支援，可自己却被老板打中了膝盖。琼赶忙捂住伤口，示意同伴能帮忙把人抬上车，可男人只是拎起地上的背包走了。在外等候的老黑虽然心中不忍，可听着逐渐靠近的警笛声，也不得不开车先走了一步。血止不住的从伤口处流下，琼还想向老板要一根领带止血，可心被伤透的他没有一丝反应。琼只好扶着博伊斯拼命朝外走去。他能感觉到生机正从对方体内迅速消散，可他却偏偏什么都做不了。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，老黑竟然也背叛他们跑了。琼绝望地在外哭喊着。可听着不远处的警笛声，他只能最后亲吻了一下自己的爱人。他坐在车里擦拭着泪痕与血迹，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。女儿成了琼前进的唯一动力。他按原计划那样假扮成了记者，来到女儿的学校，表示想做个访谈，实际上却已经事先踩好了点，趁女儿上体育课的间隙，让对方到后门等自己。接上女儿后，琼开车迅速朝着偷渡地点驶去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老黑也是个狠人，连老婆孩子都没接，就自己一个人先跑了。琼已经没了后路，他只好带着女儿找到了一辆废弃的房车。本想暂住一晚再另寻出路，可女儿的家庭作业却让她破了防。题目为家的画纸上，站在女儿边上的母亲却不是自己，而是一直在照顾女儿的养母。琼的心仿佛被刺入了一把尖刀。可她没想到的是，女儿此时却在翻箱子时找到个奇怪的玩具。他好奇地打量着枪口，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琼飞奔回屋内夺过了手枪。此时的他终于想通了，他不能让女儿重复自己的人生。在夕阳下，琼跟女儿做了最后的告别，希望她以后要听养父母的话，争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其实琼从一开始的目的就很单纯，只是想有一个自己的家。
如今他接连失去了博伊斯和女儿，没有了人生目标的他向警方自首。无论被关多少年，他只希望能想清楚自己的未来。而就在4年后，琼摇身一变，成为英国军情局在西班牙的海外间谍。他的内心已变得足够强大，再也不会自卑地遮住背上的伤疤了。他约了老黑见面，却并没有责怪对方的逃跑，只是很淡定地要回了自己的钱。当老黑问他现在到底想干什么的时候，琼的回答则是 I'm gonna build myself a bloody empire. So you want to talk business? Done with men. Be careful. Joan. And you. Watch your fucking back.